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前2天自己在家偷偷做了潘达托尼，剩下了1大碗蛋清儿。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用蛋清儿又做了北海道吐司。这次在做北海道吐司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就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，这样大家在做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。北海道吐司是用100%中种法的方式发酵的，先要揉一个中种面团，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放一起揉成团儿。揉好的面团是有点干的，如果你揉好的面团不干，说明你的面粉吸水性差，也不要紧张，继续发酵就好了，不需要额外再增加面粉了。我这个面团揉好以后是这样的，可以再用手揉几下，先把它放在室温下发1到2个小时，然后再放到冰箱4度冷藏12个小时。具体应该发多久是要看它的状态决定的。有好多新手朋友不太清楚中种和其他波兰种老面有什么区别。中种法其实是一种发酵方法，不算是面种。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中种法，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按下暂停键看一看。最常用的是70%中种法，因为它中种发酵好以后还会再加一些面粉揉面，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面包口感上会比较稳定。100%中种法发酵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那个状态，发好的面团体积差不多是2.5到3倍大左右。扒开面团，里边的组织会呈现这样的蜂窝状，还要闻一闻面团的气味，气味应该是微微的温和的发酸。如果你闻着面团有很强烈的刺激的酒精味道，那说明是发酵过度了。我因为不是阳了生病了吗，揉好面以后又懒得做了，这个面团就在我的室温下发了1天1夜，闻上去就有很强烈的味道。本来想扔了的，后来想了一下，我可以做一个试试，看看制作过程中能发现什么问题，正好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。流程还是按正常的制作流程，中种发好以后再加入其他材料揉面，5档揉10分钟左右，揉到面团出筋了再加入黄油继续揉。最后就揉到这样的模，我发现这个发过了的面团它揉不到特别好的模，只能到这样了。松弛10分钟以后，给它平均分成3等份，然后把每一份都滚圆，再松弛15分钟。松弛好以后进行第1次擀卷，在擀卷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回缩的比较严重，我刚开始觉得可能是因为松弛的时间不够，所以第1次擀完以后我增加了松弛时间。但是尽管增加了松弛时间，第2次擀卷的时候它还是回缩比较厉害，所以我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擀它。3个都擀卷好以后，就把它放在35度的环境里去发酵。弄完这个以后，我冰箱里还有一个发了1天1宿的面，这个因为是低温发酵的，闻上去就没有刺激的味道，用它揉的模也挺好的，可以达到完全阶段。这个面团在整形的时候很明显能感觉到它的回缩没有那么强烈，但是这块面我感觉也是发的稍微久了一点。这个是第1个揉的面，就是发酵过度的，它发了很久很久，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了才发到5分。第2个揉的面都追上它了，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了，发酵过度对酵母活力是有影响的。又过了半小时，这第2个都已经发好了，第1个还没发好，所以我就把第2个先拿去烤了，第1个继续发看一看。
这个配方发到8.5分满比较合适，就是面团最高点距离模具顶部还有1.5厘米就可以放入烤箱里烤了。我就随便在中间剪了一剪子，然后刷点牛奶，也可以不剪，直接刷牛奶或者蛋液放进去烤就行。我是放在烤箱的下层，用的低糖吐司盒，180度烤了28分钟。因为我的烤箱下火比较给力，所以放进去以后上火我给它调到了最低，这样我中途就不用盖锡纸了。烘烤结束以后，震一下热气，然后脱模放在晾架上晾凉。另外这个终于差不多发到位了，我把它放进去烤。我还以为这个长不高呢，但是看着也还可以。不过个子还是稍微矮了一点。我一想，那干脆再来一个发酵不足的，看看做完有什么区别。看这块面组织没有特别多的蜂窝，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，发酵也挺快的。这第三个在擀卷上，我的力道有重有轻，我发现它烤的时候擀卷轻的那个就长得特别高，所以我总结了擀卷真的不需要太用力，轻轻的擀就好。等吐司完全凉了以后，把它们都切开看看。我感觉组织都不太好，都有沉积，略粗糙一些。这跟我的发酵啊、揉面呀、擀卷啊都有一定的关系，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。这两个不同高度的切片出自一个吐司，就因为擀的力道不同，所以它们的高矮也不同。我分别尝了这3个吐司，发酵过度的那个吃起来很怪，吃到嘴里感觉没什么味道。这个吐司应该吃着微微甜，有明显的奶味，松软细腻。但是可能因为发酵过度产生了很不好的气味，把食材本身的味道全盖住了，所以吃着就感觉没什么味道。另外2个就还好，能吃出来奶味和甜味，相对来说也算松软。因为3个做出来感觉都不太好嘛，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，注意发酵状态、擀卷力道，这个切面还算满意。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，奶香味很浓，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。因为以前做面包我还比较守规矩，也没想到中种面团发酵这块还是挺重要的，对面包的口感啊、组织啊影响还挺大的。有了我的错误示范，大家做的时候尽量避免吧。祝大家都能如愿做出好吃的吐司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